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买了你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好了，先说说你吧，比如你的伤什么时候恢复的？这你都知道？我是韩州兵家嫡女，被雪家灭门后辗转卖到拍卖行，所以你还是让我走吧，不然雪家定会找你麻烦的。殿下，到家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本王不会见死不救，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当我的侍女吧。下车。你敢让本帝当你的侍女？本帝？丁，皇朝争霸系统加载成功，宿主获得奖励如下：1. 武圣阳功力灌顶；2. 人物召唤卡1张；3. 势力召唤卡1张，随机召唤宿主前世所知人物及势力。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。系统，先给我50年功力灌顶。这种感觉太爽了！你这孩子，不会是伤到脑子了吧？恒儿，宫里有太多人想杀你了。这储物戒指里有100万两金票和1000枚灵石，娘没用，这是娘对你为数不多的帮助了，你快拿着逃出宫去。圣旨到，宣皇子秦衡觐见，不得延误。顺公公为何不带通报？擅闯妃嫔寝宫。得了吧，娘娘，您这儿呀，比冷宫也强不了多少。咱家可是伺候在皇上身边的人，您呀，别太抬举自己。哟，你一个废物皇子还这么大脾气，还不过来跪迎圣旨，别耽误咱家办事。你就这么跟异国皇子说话，还不跪下回话？你说跪下，这大印朝实力为尊。秦衡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连咱家一拳都受不住，还敢让咱家跪？我的我的腿！我要去告诉皇上，让皇上治你的罪。罪，擅闯寝宫，违背宫规，欺辱皇子以下犯上，拿着圣旨作威作福，败坏的是皇家颜面。来人！殿下，是奴才猪油蒙了心，求殿下饶过奴才，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殿下不要将此事告诉皇上。娘，从今天开始，谁也不能欺负咱娘了。这大印的天该变一变。殿下真厉害，这狗奴才真是瞎眼了。我的恒儿，原来一直在隐忍。便宜父皇，我来会会。儿臣秦衡拜见父皇。今武皇子衡品行俱佳，温良恭顺，特其封为秦王，赐辽州锦川府为其封地。若10日内赶赴封地，钦此。辽州乃北疆苦寒之地，陛下这是要绝了武皇子夺嫡之根基啊！那锦川府地处蛮荒，不服管束，恶贯横行。武皇子能力平平，去了怕是活不过3天。苦寒蛮荒，正好山高皇帝远，没人盯着，本王才能放开手脚发展势力。儿臣领旨，儿臣愿为大印驻守北疆，为父皇分忧。父皇，我弟手无缚鸡之力，闻之武功一窍不通，万万不可封他为王，有辱皇家颜面。再说辽州那般险恶之地，他去只会添乱，不如直接贬为庶人。三哥，你何必把人往绝路上逼？父皇，儿臣不才，但愿以实际来证明自己。适才听闻户部尚书正在为蝗灾头疼，儿臣愿为老尚书分忧。
回禀父皇，此等小事，儿臣家的门客足以应付，请容儿臣唤门客诸葛孔明和沈炼上殿。老五这个废物还挺能装的。哼，尚书大人对蝗灾都束手无策，难道武帝府中的门客，尚书大人要厉害啊？系统，召唤诸葛孔明、沈炼。宣诸葛孔明、沈炼上殿。草民叩见陛下。诸葛丞相，这局就靠你了。陛下，为今之计，首先应发动民力，让百姓捕捉蝗虫，以换取相应的官粮；其次，清点皇商，控制物价，严禁囤货居奇。原来如此啊，说的没错。说的有道理呢。另外，奏折里面说，朝廷备用的赈灾钱款不足，草民请查户部账目，以核对钱粮。锦衣卫统领查账最是一把好手。根据户部账目算出，收到灾区预警后，农桑司不仅未筹备粮食，反而挪用粮款，导致灾区无钱购粮，灾情加重。严查！陛下明鉴，三殿下上个月挪用御北营5万两，修建城外别院，臣等阻挠未果。父皇，儿臣没有，是情恒在藏。竟有此事，停了老三1年的用度，挪用公款加倍追缴，填充到赈灾银当中。另外，农桑司涉案官员一律革职严办，还有重赏老五。我的银子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五皇子竟如此了得，手下门客真是不俗啊！我可不是原来那个废物。丁，触发新手任务，查明杀害原身的势力并覆灭。王爷，现在神都大小势力中都有我们锦衣卫的人手，我已经派一批人去辽州锦州府发展势力。丞相，劳烦操持钱粮内务、一应事务。沈炼，去调查一下大慈恩寺，我怀疑之前他对本人下过黑手。是。丞相，你我之间无条件信任，有什么事情但说无妨。王爷，您的处境我有所了解，现在应该韬光养晦，表面做一个闲散王爷，暗地里追查凶手，培植势力。谢丞相，本王明白。到底是谁要杀我？陛下，您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您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无情了？大义，你说了算。立刻通知大阴境的佛道魁首、大慈恩寺，让他们派遣10位法相境的罗汉、5位天人境的菩萨加入供奉院，效力100年，否则谋害皇子、灭门，杀无赦。娘娘说了，让我以后跟在殿下身边伺候。多谢青云姑娘。王爷，
沈大人，只查了半日就有结果了。回禀殿下，属下查明，此前确是大慈恩寺加害殿下，大慈恩寺的背后很可能是大皇子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沈大人，今晚你我就带着锦衣卫送这些和尚去见他们的佛祖。殿下有令，杀无赦。是。何方宵小，敢闯我大慈恩寺杀人？我们可是大皇子的人，大皇子乃当朝嫡长子，未来处决你们动我一根汗毛，就是与大皇子作对。此次与谋害皇子有关，一个不留。乱臣贼子，也敢侮辱皇家寺院！主持，动手！看到没？这公参天人捏死你们犹如捏死蚂蚁。公参天人，你就是真的天人境。报！这位是大人，大慈恩寺上下已全部伏诛。看你是皇子留你，还不快滚！给我等着！财物带走，寺庙烧掉，毁尸灭迹，不用我再教了吧？陛下，神都大慈恩寺被灭了，寺庙焚毁一空，我一人生还。谁干的？这属下不知。卸掉引龙统领一职，自行下去领罚吧。是。你说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的几个儿子，也可能是朝堂那些老家伙。儿子？是哪位皇子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有如此手段？这我不知道，不过前寨那个老家伙的女儿在西边率领30万明皇军大败大清朝公孙龙100万大军，正在进京受封。你这夺嫡的水恐怕要变得更浑了。哦，陈希王的女儿钱明雪，有意思。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势力召唤卡1张，灵石卡1张，额度1万。沈大人，王爷，快去请丞相一起给新同事接风。是。恭喜宿主获得人物大秦丞相诸葛孔明，获得势力无双猛将吕布极限阵营。什么？吕布？那可是超级保镖呀！不会以爱统一副吧？人物和势力绝对忠于宿主，恭喜宿主获得首个天人巅峰境界人物，额外奖励累计中。还有额外奖励？这万恶的穿越系统啊，真是太牛了！殿下，您即将远赴辽州，不如去京城的琼宝楼拍卖会逛逛，把财力转化为战力。奉先，丞相，烦请二位陪我去趟琼宝楼。是。安卖开始，第一件竞品玉如意，起拍价50灵石，100灵石，150， 200， 200灵石一次，200灵石2次，200灵石3次，成交。下一件竞品，1次、2次、3次成交
1次、2次，成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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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次，成交，成交。有请今天最后一件拍品。是什么呀？买卖活人。各位客人，这个女子是一位陆地神仙境界的前辈，直接带到我们这儿来的。拍下此女子，不会有后顾之忧，请各位放心。起拍价100石。触发任务：拍下大气运者，姓名冰清雨，年龄18，身份重生者，实力天人境，被封印恢复中。唱得不错啊！殿下，我观此女命格不凡，要不要拍下一探究竟？100石。好色之徒，500石。我出800石，拍下这位美人。这位红衣姑娘，我看你对她也颇有兴致，不如楼上一叙。恶心。900石。我出1000石，本皇子志在必得，还请诸位给本皇子一个面子。1500石。这人谁啊？敢与三皇子作对？抛开身份不谈，三皇子身边的可是天人之上、陆地神仙境的高手，谁惹得起？这不是武帝吗？怎么刚方秦王竟敢跟本皇子抢女人？你知道我有多少灵石吗？除以1600石。1600石，这么多太多了！殿下，系统使用灵石卡，提出5000灵石，交给诸葛孔明。丁，5000灵石已到账，剩余5000灵石。秦衡，识相的就赶紧给我滚蛋！这个女人我要定！你要是识趣的话，本皇子还会赏你2个铜板买酒喝。我家殿下5000灵石。5000灵石，这是个助力啊！秦衡啊，你平日里贪玩好色，不务正业，毫无进取之心。5000灵石，怕是把王府卖了也凑不齐吧？五皇子竟有这么大的手笔！三皇子，我们账上只有2000灵石，撑不住了。 5000灵石1次，5000灵石2次，5000灵石3次，成交！丁，完成任务，获得高级人物卡1张。秦衡，你给我等着！出了这穷宝楼，我们让你死无全尸！哼！普通人物卡已经开出了诸葛孔明、吕布，这高级人物卡那不得牛到天上去？丁，恭喜宿主开启高级人物卡，获得人物剑圣葛聂，境界陆地神仙。这系统也太给力了！有了葛聂大神，我还不得横着走啊！这位公子，他就交给您了。另外，是否需要我们护送？我叫秦衡，单纯出于不忍才出手相救，没有非分之想。你要死了！殿下，有一位陆地神仙隐匿在暗中，充满了恶意。杀了吧！高手饶命！我是大义三皇子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阁下什么人呢？为何追杀我？大印皇室供奉啊！不管是谁对我出手，都得死！老祖，老祖，就是他们，差点杀了我！你要为我做主，把他们都杀了！臭小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惹了不知何方神圣，跟我回去面壁思过1年。就这么走了？
这家可还满意？你们就能秒杀陆地神仙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买了你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了，先说说你吧，比如你的伤什么时候恢复的？这你都知道？我是韩州兵家嫡女，被雪家灭门后辗转卖到拍卖行，所以你还是让我走吧，不然雪家定会找你麻烦的。殿下，到家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本王不会见死不救，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当我的侍女吧。下车。你敢让本帝当你的侍女？本帝？明日上朝，父皇应该就会让我夫人辽州了。今日大印皇族的老头子势必会追查我们的消息，大概率会查到殿下头上。早去辽州，避开皇室也好。皇室高手如云，很多人不亚于我们。殿下，你要时刻小心。我已经派一批人前往辽朝，想必殿下抵达时，已经能打下一些根基。皇宫的饭啊，就是香。哦，对了，明日镇西王女千明雪也会上朝，这倒是个麻烦事儿。我听说很多皇子都在求亲，殿下切莫参与其中啊。诸位说的是，现在一定不能生事。等明日我正式封王，我就会让父皇批准我即刻封。此事不可耽搁，这可怎么办？再耽搁下去，没想好要生乱。好了，今日正事先议到这儿，接下来宣镇西女将千明雪上殿听封。宣千明雪进殿受封。参见陛下。这不是那日琼宝楼？明雪丫头，你这次打败公孙龙，着实不易。你父亲千战交了个好女儿啊！洪公公，今镇西王千战之女千明雪，杀敌100万，护国有功，着镇西大将军，赏金10000两。谢陛下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启奏。千将军英武不凡，乃大义栋梁，儿臣对千将军仰慕已久，愿求父皇赐婚，与千将军共守家园。父皇，儿臣也早已亲信千将军，儿臣与千将军品性更为相合，且儿臣分管农桑，能为军队提供粮草，比二哥更有能力助千将军一臂之力。父皇，儿臣对千将军的爱意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这是儿臣为将军所做的《雪将军赋》，字字句句皆是肺腑。四哥，你快歇歇吧，就你这算式，怕是能把蛮族熏跑吧？我才是千将军的良派。好了，你们几个成何体统？这件事还是由明雪来定夺。明雪丫头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说五弟，你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？怎么刚封秦王就眼高于顶？竟然觉得千将军配不上你？怕是有自知之明。父皇子嗣个个出众，唯独这老五，真是让人没眼看。千明雪志在沙场，守住西境，老五不同军事，不识兵歌，自然不敢言语。陛下，臣女今年已年满18，回京途中听闻我朝五皇子谦逊有礼，相貌英俊，因此臣女想恳请陛下赐婚，让我嫁与五皇子秦衡为妻。丁，触发任务，领取千明雪。你疯了！这秦衡就是侥幸捡了个爵位的废物，被发配去北京辽州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要嫁给他？就是，秦衡剑都提不起来，连蛮族的马蹄声都没听过，捡个秦王的爵位就敢娶镇西大将军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明雪，
雪儿，北境防务乃是我朝的心头大患，秦衡去了，那也是朝不保夕。他可不像你父王，能让你放手施为啊！你承蒙千将军厚爱，父皇，儿臣是否配得上千将军暂且不论。诸位皇子提到的北境之困，儿臣想要说道说道。二哥，当年你轮守北境，不听宿将，盲目出击，丢了韩州3府，折损20万大军。你要不是个皇子，早就身首异处。三哥，去年你轮守北境，克扣军饷，横征暴敛，镇北王参了你3本才将你撵走。据说你走的时候，车驾随行了118名花魁，是也不是？四哥，你倒是没什么烂事，那篇征北赋写的洋洋洒洒。不过我听说你前天在街上被妖门的奴隶打得人仰马翻。那你说了那么多，你又有什么建树啊？北境之忧，不在于无粮，而在于刁蛮突袭和内部不稳；晋北军之困，不在于无援，而在于孤军深入和后路难防。五皇子竟然有如此见识，句句切入要害，难得啊！父皇，儿臣愿即刻赴任辽州，这是儿臣与属下门客连夜起草的战略，可保北境10年无虞。好，兵部尚书，好好学一学。还有你们几个不成器的皇子，你们看看人家老五，从今日起，你们所有人闭门苦读1年，不得出宫。屯田养兵，满族分化，好啊！此设计实在太好了。五皇子竟有如此才能，实乃家国之幸啊！都是你抗争功劳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怎能保护？辕门设计，吕布教的我一手好本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没有50年的功力，你怎能做到？五皇子既然文武兼修，这乃我设计之父皇。儿臣修文习武不辍，愿即日起前往辽州锦川府，保我大印北疆安宁。哎，你急什么？3日后，你与明雪完婚，然后再走不迟。退朝吧。退朝。说说吧，镇西王女明皇军统帅1000大将军，为什么选我？我镇西王府不想参与多地，而且我想带兵。你这辽州秦王正合适。你是想说我是窝囊废是吧？今日朝堂一见，秦王文韬武烈兼具，是我镇西王府戴帽。不必那么客气，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咱们各自回去准备完婚。不参与夺嫡，别人都在第1层，我可是在大气层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成才女，早生贵子，一拜天地。哇！你看真般配，真是金童玉女啊！2拜高堂，恭喜！夫妻对拜。礼成，恭喜！好啊！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为贺新婚，赐秦王华服免流，金万两。明日启程赴任辽州，改封千明雪镇北大将军，加封秦王妃，钦此。谢陛下。
这皇帝老儿有点父爱，但不多，一兵一卒都不给我。秦恒，你能答应我几件事情吗？好，你说。第一，我想我们先相处一段时间后再圆房。第二，我想继续统领3000血皇卫和30万明皇军团在辽州作战。第三，我想拥有自己的一些势力，但我保证这些都只会留给我们的孩子。好，后2条我都答应。至于这第1条嘛，秦恒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秦恒，你别！你不去看看？都抓了，审完都杀了。是。王爷，那我就先去更衣了。丁，完成任务，获得军队召唤卡1张，可选择宿主的属下使用，获得10万适配军队。经查，左翼探子是几个北境世家的人手，背后恐有镇北王府的影子。韩州的镇北王。沈炼，你与丞相率全部锦衣卫先行启程，到辽中去和兄弟们会合，务必探查清楚各方势力的关系，替本王拔掉京中埋的眼线。是。其余人等即刻开拔，来访宾客一律不见。王爷，辽州偏远，若不见朝中宾客，一些年后估计朝廷重臣们都会忘记你这个五皇子的存在了。没事，我又不去争那个位置，也不用费尽心力去讨好那些老家伙。本王有你便足够了。京城，本王下次可就是以主人身份回来了。前方北境辽州和西境凉州边界，就是我明皇军3000血皇卫驻扎处，我要下去领兵。你刚结完大婚，身体还没恢复过来，领兵费时费力，你就别去了。谢王爷关心，但这血皇卫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，只认我这个统帅。吕布将军虽勇，可血皇卫未必肯服。凤仙，明雪说前方是血皇卫营地，需要有人监管领兵，你且带县阵营过去，替本王稳住军心。末将领命。撤。血皇卫个个桀骜不驯，你确定吕将军真的能掌控好这支军队？娘子放心，我相信凤仙，他会让你的血皇卫有着不一样的精彩。你是谁？为何带兵闯我血皇卫明皇军营地？秦王殿下有令，接下来到景川府之前，你们将由本将军统领了。说接管就接管，血皇卫只认陈将军1人，你算老几？还算能看。这是秦王令牌，你若不服，可否与某过上3招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第1招，还用比吗？你只是力气大罢了，
我不服！血皇卫，结阵！现阵营。永将军，收手吧，胜负已分。血皇卫参见吕将军，愿听将军调遣。吕将军的陷阵营竟远胜于我精心打造的血皇卫，王爷，您这是如何做到的？报！向前百里有数万部队集结于北上的必经之路，看旗帜，似是镇北王的麾下。丁，触发任务，击败镇北王属下明神军。来得好，系统使用军队召唤卡，指定属下吕布。丁，恭喜宿主召唤10万并州狼骑，获得副将张辽、高顺。吕将军，20里外，你的老班底尽数在此，你且前去，把这些拦路的鼠辈全部斩了吧。遵命。走吧，咱们扮成百姓，走小路直奔辽州。这里的热闹，就让凤仙慢慢收拾吧。王爷，吕将军他为何如此兴奋？那镇北王常年与蛮人交战，恐怕不好对付。王爷，吕布将军虽勇，但明神军有数万之众，万一……娘子放心，不过是一些拦路蝼蚁，凤仙应付，绰绰有余。王爷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担心也无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更何况我早就心里有数。吕布将军勇冠三军，此战必胜，我们只需尽快抵达辽州。丁，恭喜宿主吕布临阵突破至陆地神仙境，阵斩主将，全歼敌军，任务完成，获得100年功力灌顶机会，旺气数。看来凤仙是打赢了。这么快？王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嘿嘿，系统灌顶。恭喜宿主获得100年功力，现已突破陆地神仙。因为我的人从来不会让失误。走吧，快去辽州，别让凤仙比我们先到。原来王爷早已算准一切，真是生。老板，求你1斗米，孩子都快要饿死了。50万一斗，少1块都不行。哎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！这也太黑了，上个月才10万一斗，这不是要把人逼死吗？不是，别乱说啊！那可是赵员外的干儿子，人家州里府里都有人，可不是咱小老百姓能惹得起。给我嘴，不买就滚蛋！再看看，求你了，老板，求你了，就给半斗碎米也行，我给你磕头。老东西看着就烦，没钱买东西给我滚！奶奶，不要打奶奶！第一，触发任务，清扫辽州恶势力。哪里来的小乞丐，找死！哎呦，哎呀！你这两手垄断抬价，还打人，辽州有没有王法了？哪里来的野娘们，敢管老子闲事？找我们老板，让你们走不出辽州城。果真不怕王法？辽州有粮食就是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。就算秦王来了，也得乖乖买老子的粮。你们算老几？来人，给老子狠狠的打，打死去喂狗！你的留一口气送我屋里，这就是惹我的下场。你们敢当街杀人，我要府衙治你们的罪。自己挨打就搬出王法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眼前这位正是大印秦王殿下。秦王，参见秦王殿下，参见秦王殿下。你说秦王来了，也得买你的粮。秦王小的不识泰山，小的胡说八道，饶我一命。说，何人指使你？是赵员外指使我的。赵员外说让我垄断粮食，他说就算出了事，他也能摆平。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赵是，就是赵员外。小的只是个跑腿的，我就是个狗腿子。此人垄断抬价，欺压百姓，怎么处置？
你们说的算。赵员外，当年灭我张家满门的账，也有这个姓赵的一笔。这个血仇，终于要报了。老人家，带着你孙女好好回去吃饭，有本王在，没有人敢欺负你们。多谢王爷。谢谢王爷。各位将军们，辽州是本王的封地，本王定会扫除奸恶，还辽州一个朗朗乾坤。传本王令，打开粮仓，把粮食分给百姓，每人1斗，分文不取。对于完成任务1/3，奖励累。王爷，锦川府诸事属下已初步安顿。参见王爷，府内已备好膳食，大家稍作休息，就去用膳了。先不着急休息，有件事即刻去办。派遣一位全面调查赵员外其垄断产业，勾结官员伤及百姓所有劣迹，务必给我查实清楚，不得遗漏。属下遵命，即刻带人去查。末将吕布参见王爷，幸不辱命，镇北王麾下的阻拦之军已尽数击溃。奉先，突破了。阵前突破，爽得很。另外，末将发现镇北王麾下的阻拦大军所用的粮草，竟是由辽州州府以及下辖各县官员所准备。这是详细的清单。王爷，此事绝非偶然啊！镇北王远在北境，辽州官员却为其提供粮草，显然是早有勾结。本王初到辽州，便遇到了粮商垄断，粮商的背后是赵员外，赵员外的背后是镇北王。那就是说，辽州官员已经背叛朝廷，投靠镇北王了。大概率是沆瀣一气。镇北王欲掌控北境，辽州官员贪图权势，双方各取所需，所以才敢明目张胆输送粮草，欺压百姓。好，好得很。本王的封地倒成了他们勾结谋逆的温床。诸葛丞相，传令下去，密切关注辽州各级官员动向。奉先整顿军队，随时出发。这辽州的天，该好好清扫一番。王爷，属下设锦衣卫彻查赵员外，其罪证已尽数查清，桩桩件件皆有实证。垄断辽州粮盐布3大产业，勾结官员强占百姓田地30余处，逼死商户农夫不计其数。好一个赵员外！王爷，直接派锦衣卫拿下便是。不急，沈大人，你明日拿着卷宗去辽州衙门报案。本王倒要看看，这辽州的父母官为不为民做主。属下遵命。堂下何人？所报何事？草民沈炼举报赵员外垄断产业，强占田产，害人性命，此乃罪证，恳请大人依法处置。赵员外乃辽州名流，素来行善积德，你借无名之辈，竟敢诬告，可有凭据？大人，人证物证供词俱全，大人一看便知。大人，咱们这一派胡言！这卷宗纯属捏造。赵员外和本官相交甚笃，他为人，本官最为清楚，岂容你随意污蔑？大人，证据确凿，你怎能如此偏袒？放肆！本官断案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来人，刁民诬告乡绅，扰乱公堂，给本官重打30大板，押入大牢。对付这种人，不能心慈手软，打折他的双腿，让他知道凉州的规矩。林大人，勾结乡绅鱼肉百姓，你可知罪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要问本官的罪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谁动就死！追出来了！
畜生，真是撩人，活该！我听说过的，一定要为我们做主的。还有你这昏官，也得死！放肆！就敢擅闯公堂，绑架乡绅，别愣着，给我打！本王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的人！秦王怎么了？王爷也得守法，不得干扰本官办案。秦王就能仗势欺人，冤枉好人。林老爷，你治他的罪啊！你初来辽州，无根无凭，不过就是个空有爵位的外来户。辽州的天从来不许你说了算。他背后是韩州大族，经营北境数十年，门生故吏遍布辽汉二州，朕北王都得给几分薄面。你一个刚降落的秦王，也敢跟雪家叫板？来人，这黄土冒充亲王，擅闯公堂，损坏公物，给我拿下！我的事雪家给咱们收养，把他们拖出去打死，让他们知道，在辽州，林老爷的话比圣旨还管用。这本王连镇北军都能击溃，一个恶身，一个驸马，也配在本王面前放肆？赵员外垄断粮盐部，强占田产，逼死72条人命，证据确凿，葛聂斩！还有你，收取贿赂，鱼肉百姓，包庇恶身，我看看今天谁还能护得了你？王爷饶命啊！我也是逼不得已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晚了，渎职害民，罪不可恕。来人，押入大牢，等候朝廷发落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！完成任务2/3，奖励累计中。赵员外家财由苦主均分，以正民风。多谢王爷为我们做主。谢谢王爷啊！王爷斩恶官，除奸商，俺佩服王爷。这辽州终于出了个好官，就是这位壮士，有话但说无妨。此前这狗官不仅包庇赵员外，更与城外千刀山盗贼勾结，盗贼劫掠，辽州百姓苦不堪言。竟有此事！各位放心，本王即刻带队剿匪。好，好。大哥，这秦衡是要动真格的，咱们跟衙门勾结的事可是藏不住了。慌什么？咱们背后有雪家，快写信，派人火速送往韩州，求雪家派高手支援。只要雪家肯出手，秦衡不足为惧。大哥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兵，已经攻破山门了。怎么这么快？大哥！一群毛贼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把握不住。丁，完成全部任务，获得奖励高级势力卡1张。雪家无所谓。系统抽卡。恭喜宿主获得首个不朽级人物张真人，获得势力武当派。青武，此前你说雪家是灭你兵家满门的仇人。没错，当年雪家暗算我兵家，夺我家产，灭我族人，还请秦王为我报仇。为了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什么都愿意做？报仇可以，但是我要你对我有绝对的忠诚，不得有任何隐瞒。你能做到吗？只要秦王能为我兵家报仇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就先说说你是重生者一事。你怎么会知道？
重生者，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救你，能当你的主子，就能知道你是重生者。冰清武，别想和我耍心眼。没错，上一世我人称冰帝，死因就不必多说了。重活一世，我只求能安稳修炼，并向前世仇人复仇。秦王想知道什么，我必定知无不言。第一个问题，上一世我和明雪是什么情况？仙明雪是大义女帝手下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至于你，没听说过。第二个问题，如何从陆地神仙晋升到不朽？简单来说，需要洞悉规则，并获取世界本源。世界本源几百年一现，但在上一世，大概就是在不久之后。那到那时，有多少陆地神仙能晋升不朽？千难万阻，百里挑一。那你是不朽吗？我嘛，我要是不朽，还用重生？那也就是说，到那时候的陆地神仙都会争夺那一丝机会。届时必将天下大乱。诸葛丞相，关于雪家和天下未来的变化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去韩州搭建势力，探查情报，看看雪家、镇北王乃至妖蛮有何动向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呀。那正好，劳烦张真人陪我去趟韩州，开宗立派。丞相、凤仙，辽州就交给你们了。沈炼，你带领锦衣卫打通辽韩二州信息渠道。王爷放心。张真人、葛大侠，随我启程。张叔，进城不懂规矩，过路费10两，少一文都别想进去。你敢私设苛捐？这韩州城懂不懂规矩？呸！规矩，在韩州，老子的话就是规矩。镇北王殿下坐镇朝堂，雪家大人管着江湖，你们这些穷酸，怕是连银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？想进城，要么交银子，要么给我滚蛋，不然把你们扔去城外喂野狼。你确定要10两？少一文都不行！我告诉你们，雪家的公子昨天还上了100两，就你们这点小钱，我还真看不上。但是规矩不能破。怎么凑不齐？那赶紧滚蛋！别当我后面的贵人。这是1000两黄金，以后百姓进城不得阻拦，听懂了吗？我的天，这几个人看着普通，就是饮食富豪啊，真是好心人啊！要是镇北王和雪家有他们这么好心就好了呀。就是啊。哎呦，这位贵人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各位，鄙人今日在韩州立派收徒，不论男女老少，身份贵贱，只要人品端正，愿习武修道，皆可报名。一旦入选，分文不取，可包食宿。对呀，这位公子又有钱又仁义，跟着他肯定好。都给我滚开！韩州是雪家的地盘，谁允许你们开馆收徒的？我倒是听说你们出手挺阔绰，随手就是1000两黄金，倒是一群有钱的武。雪家人，我们开派收徒，与你何干？与我何干？在韩州，任何营生都得给雪家交孝敬钱。你们这破门派想要立足，就得懂规矩，否则……识相的赶紧掏钱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！说吧，想要多少钱？算你识相，每个月上交30%的收益，还得拿出5000两黄金，算是入门费。贪得无厌。雪家看得上你们，那是你们的福气。再富，我就让我手下把你们都绑了，再到矿场挖一辈子矿。触发任务：覆灭雪家。想要钱，得看你有没有命来拿。给我上！什么人
跟我雪家的人。你们要是动了我，雪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雪豹，我记得当年带人杀我兵家就是你吧？是兵家的余孽。动手！你们给我等着，让你们死无全尸！谁敢动儿？天，找死！这是王后令牌，这给王爷有一块。大印秦王秦衡，雪仓不知王爷驾临韩州，犬子无状，冲撞了王爷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恕罪。本王听闻雪家勾结千道山，劫掠百姓，瓜分赃物，可有此事？殿下明察，都是千道山污蔑，雪家世代忠良，怎能会勾结盗贼？这信也是污蔑。是盗贼伪造，臣愿意捐10000两黄金，求王爷明察。伪造？当年你联合千道山屠我兵家，夺走兵家秘宝，也是伪造。兵家勾结妖族，雪家是替天行道，一派胡言！本王给你个机会，束手就擒，从轻发落。秦衡，也给脸不要脸！雪家在韩州经营了数十年，高手如云，以为就凭你一个秦王的身份就能压垮我们？今日就让你知道，谁在韩州说了算！杀！错了！这不可能！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不朽级？雪仓，今日我为兵家满门报仇！怎么可能？我会输给你！你的血债，今日还清了。任务完成，获得军队卡一张。秦王来了！大老爷，天天来了！爷娘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启禀王爷，韩州雪家被秦王秦衡覆灭，家主雪仓及5名供奉尽数被杀，雪家势力彻底不。雪家不过是本王在韩州的一条狗罢了，没了就没了，不足为惜。下去吧。王爷英明，只是如果秦衡在韩州站稳脚跟，恐对王爷日后不利。本王要不只是北境，况且就算秦衡再能打，也抵挡不住即将南下的妖族大军。妖蛮的100万大军早已在边境集结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南下。即使秦衡再厉害，也已经应付妖族，到时候他们2败俱伤，本王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，整个北境还是本王的。王爷高见，传令下去，密切关注妖族动向。至于秦衡，不必理会，自有妖族收拾的。王爷，门外有人自称北境琼宝楼楼主，求见秦王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琼宝楼楼主见过秦王殿下，不知楼主怎么称呼，有何贵干？别这么冷漠，你也可以叫我另一个身份长公主秦玉兰，也就是你的姑姑。姑姑？我不废话，来这里只是要告诉你，北海妖族将有异动，你既已扎根北境，须得早做准备。镇北王靠不住。触发任务，保卫北境。多谢长公主。她就是未来女帝，你的顶头上司。也就是说，九子夺嫡，夺了个寂寞。冰清武，你知道妖族的事情吗？上一世，妖蛮南下，正是从此时开始。镇北王号称100万大军，却不敌妖兵，放任妖蛮入关，导致辽州、韩州沦陷。镇北王率军据守韩州绝峰山，
当起了山蛋。叶青，事关重大，你去联系沈炼，让锦衣卫探查清楚镇北王和妖蛮的动静。我即刻上书奏报。北冥破天，我早已传信预警，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，放任妖蛮屠城。韩州百姓何其无辜，这等卖国求荣之辈，我必诛之！等等，你们疯了！镇北关已破，妖蛮之力正在袭来，你们现在去就是送死！送死也得去，我们收过路费，只为镇北王克扣军饷，我也得活着呀。可我们是兵，只要穿上这身衣服，就要死在百姓的前面。还要上来，我们不能退。保家卫国，死而无憾！保家卫国，死而无憾！死而无憾！保家卫国，死而无憾！保家卫国，死而无憾！王爷，老汉不求援军，只求你们护着百姓往辽州逃。韩州的兵就算死绝，我们也要给百姓多争取片刻的时间。走。当弟子听令，组织百姓撤离，不可让一人掉队。是。列王接旨。镇北王北冥破天，放任妖蛮入侵，致镇北关失守，韩州遭难，罪该万死。现命秦王秦衡即刻接管镇北军所有兵马，节制北境诸军，便宜行事，务必驱逐妖蛮，保境安民。钦此。不知这辽州秦王斗这韩州北镇王府有何贵干？镇北关破，妖蛮入城，数十万百姓死于非命。北冥破天，你坐拥镇北军却按兵不动，是何居心？是何居心？本王的居心是这北境万里疆土，妖蛮势大，本王不过是避其锋芒。你一个废物皇子，得教本王做事。我看是勾结妖蛮，通敌叛国吧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们擅闯王府，污蔑本王通敌叛国，今日便让你有来无回。来人，拿下！燕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将士们，你们都是韩州子弟，难道忍心韩州变成妖魔猎场吗？反了，反了！本王乃先帝册封的镇北王，手握北京生杀大权。秦衡，妖言惑众，今日定让你碎尸万段！先帝亲封的镇北王，你想用先帝的剑斩本朝的官？镇北军接旨。钦差哪来的钦差？定是秦衡你伪造假圣旨！大胆！北冥破天，你竟敢质疑圣意！来人，斩虎符！此乃镇北军虎符，一半在韩州，一半由陛下保管。经陛下旨意，北冥破天玩忽职守，致镇北关失守，夺秦王秦衡即刻接管镇北军所有兵马，节制北境诸军，凡抗旨不遵者，以叛国论处，诛灭九族。都是假的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王杀了他们！谁杀了秦衡，本王赏他黄金万两，封万户侯。末将李虎谨遵圣旨。我等谨遵，参见秦王。完了！你们一群叛徒！秦衡，会以为这些臭鱼烂虾就能拿下我吧？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反国不朽真正的力量！半步不朽，在本王这还不够看。不朽境，你竟然是不朽境！可能！镇北王北冥破天，抗旨不遵，意图谋反，即刻拿下，打入天牢。秦衡，不得好死！末将有愿誓死追随秦王殿下。传本王令，镇北王涉嫌勾结妖蛮，即刻查抄镇北王府，所有家产卷宗尽数上缴，其党羽一个不留，不得遗漏。遵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刘松，
一个角落也不放过。是。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啊！怎么办啊？我乃镇北王妃，北境之主。王妃，时代。王爷，属下携破敌之策赶至。丞相来得正好，妖蛮大军压境，急需你运筹帷幄。诸位请看，妖蛮虽众，却有3弊：一是粮草不济，2是轻兵冒进，3是地形不通。需要一位老成持重的将军率部绕过妖蛮主力，直插其后方，断其粮草补给。末将领命。一位骁勇将军与葛大侠一起率精锐夜袭妖蛮先锋营，扰其军心。遵命。一位将军率部赶往绝峰山伏击，此为妖蛮侵犯杭州城必经之路。遵命。王爷，其余将军按道理说应该全面出击，正面阻拦妖蛮，只是不必留守州府，全军出击，是要将妖蛮赶出杭州。遵命。娘子，你率宣皇卫忽悠百姓离开，让亲武姑娘携带密信去联系各方守军，是要形成何为之势？诸位将军，此乃应急之策，欲险时再开，可以解燃眉之急啊！三国演义撑不起我，这把稳了。王爷，丞相，锦衣卫查抄镇北王府密室，查获镇北王一家暗通妖蛮的铁证。这是北冥破天与妖蛮首领的往来书信，承诺陷杭州，以求裂土称王。此乃妖蛮赐予的蛮王令，可调动边境妖兵。各位将领，你们可识得北冥破天的笔记？王爷，臣等被镇北王蒙蔽，愿戴罪立功。证据既得，诛逆贼，取妖蛮，北境必安。诛逆贼，取妖蛮。王爷，妖蛮已经被我们赶出镇北关，北境全面收复。恭喜宿主保卫北境，驱除妖蛮，获得高级势力卡1张，杭州50年账目大全1套。从此，宿主正式踏上皇朝争霸的舞台。我的天下霸业从此刻兴起。秦王殿下，您今日为我杭州百姓报了仇，我杭州百姓永世难忘您今日之大恩大德呀！快请起。北冥破天，你身为镇北王，手握重兵却勾结妖蛮，放着妖兵屠城，致使10万百姓死于非命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。秦衡，是先帝册封的镇北王，你无权杀我！皇上定会为我做主的。先帝封你为镇北王，是让你护境安民，而不是让你通敌叛国。百姓的血，士兵的命，都是你死罪的铁证。今日我就在这镇北关前斩了你的狗头，告我那些逝去的生灵。刀下留人！秦王殿下，镇北王即便有罪，也该押解回京，交由陛下处置，您怎可擅自行刑？钦差大人此言差了。镇北王罪在北境，祸害是北境百姓，应当在北境伏法，以尽孝服。若是押回京城，如何对得起那死去的几10万生灵？哦，那你觉得陛下不会秉公处理？还是你秦王觉得你就是北境的皇上？诸位，大家觉得他是留在北境，还是送回京城啊？留在此地！留在此地！留在此地！秦王，你好大的威风！此事我会如实禀报皇上。钦差大人自便，本王问心无愧。本王只求北境安宁，百姓无恙。若大人真的要带回，就把他的尸身带回吧。葛聂，行刑！秦王万岁！传本王令，从即日起，杭州一切军务要事由本王全权负责。凡欺压百姓、通敌卖国者，一律抄家灭族；凡愿守境安民、报效国家者，本王一律重用。秦王万岁！秦王万岁！王爷，此举虽礼微，但
恐遭朝廷猜忌。猜忌又如何？北境安宁才是根本。等我稳固了2州，即使朝廷有所猜忌，也奈何不得。如今外敌已定，是时候把韩州纳入我们的掌控之下。王爷英明，收复韩州，掌握北境，王爷便有了争天下的本钱呐。王爷，属下已查明，这韩州境内除了北冥和雪家外，还有4家恶霸，分别操持韩州的钱粮、盐运4宗生意，鱼肉百姓，横行州府。触发任务：打倒恶霸，收复韩州。还好我手里有韩州账目，把他们弄了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实力。4位家主，今日召你们前来，是为了整顿韩州民生。钱粮盐运关乎百姓的生计，从即日起由王府统一调配，你们需要交出账本和调度权，配合官府行事。秦王殿下，您是拯救韩州的大英雄，我们同意之前孝敬镇北王，多给你2成，算是我们支持秦王抗击妖蛮。是啊，秦王殿下，咱们可都是合法经营的好商人，韩州百姓全都仰仗着我们呢。你要断我们的财路，就是要断整个韩州百姓的活路啊！我提醒诸位，雪家已经满门抄斩，镇北王尸骨未寒，你们说话都要给我鼓鼓脑子。哼，不过是个捡了镇北王残羹剩饭的外来户，韩州的钱袋子我攥了30年，凭什么给你？就是了，韩州的粮仓一半都在我苏家手里，你想调的，行啊，先拿黄金10万两来买粮，不然韩州的百姓就算全都饿死，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粒米。找你们来不是商量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严乃北魏之祖，韩州盐道全在我严家掌控，没有我的盐引，就算是镇北王也没资格。运输要道，码头驿站，那是皇上批给我们云家的。秦王再大，大得过皇上吗？哦，你们竟敢在秦王面前如此狂妄，当真不怕王法？狂妄？我们有狂妄的资本。秦衡，别说你一个秦王，就算皇上来了，也得给我们3分薄面。你很自信？哼，不是自信，是事实。韩州赢了我们4家，寸步难行。好，来人，把他们押入偏殿，我倒要看看他们4家是不是真的心不心坚。钱东家，这些便是你3年前吸纳雪家赃银的流水，每一笔都有雪家的印记。你若依秦王所言，这些账便一笔勾销；若不从，明日锦衣卫就把这些账簿送到京城。你怎么有这个？这是凭空捏造。钱东家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么大的韩州，总要有人管。谁最听秦王的话，谁就能做秦王的朋友。是个识时务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肃东家。诸葛大人，别走，别走。肃东家，你肯定熟知严东家笔记。盐道明日就会被王爷接管，盐可运饭，粮亦可运饭。你那满仓粮食，要么赈济百姓换活路，要就等着发霉烂掉。严万是这个小人，我限令。严东家，你投机倒把倒是一把好手，知道打起仗来盐铁必须事先向北冥破天投诚。只可惜北冥破天被我斩了，信也被我搜出来了。现在战事一平，你凭什么要我严家数10年经营的基业？你也可以不给，但如果给其他3家知道，你会受到什么下场？我说，怎么没人来和我谈判啊？大人说其他3家已经谈好了，你这边等着就行。不可能，你们炸我！走吧，云老爷，回大堂听候发落了。别，我答应请。其实昨夜已有人递交了降书，
各位何必装模作样呢？是他先想的。明明是叶问是这个老东西。他早投王爷了，放狗屁！你们都想卖我？够了，要么交权，要么交命。我愿交权，我愿交权。韩州4业尽归王府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们欺压百姓，杀无赦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高级人物卡1张。皇朝争霸系统正在升级，不再触发任务，根据宿主事迹自动发放奖励，奖励可累积合成。王爷，目前韩州百废待兴，又进前线，需要一位能臣替王爷打理钱粮一应事务。丞相言之有理，系统使用高级人物卡，给我来个理财小能手，求求了！恭喜宿主获得人物范蠡。草民范蠡参见秦王殿下。陶出公不必多礼，以后韩州的经济就交给你来打理了。王爷既然收了钱粮货运之权，可是官办钱庄统前宴，推军田制，问粮价，盐引由王府发，一道是官印。3月内，草民必令韩州粮足钱通。先生之能，必能解韩州民生之困呐。那就拜托先生了。定不辱命。陛下，秦衡在韩州的形势越发肆无忌惮，将镇北军、血环卫、江湖人士尽数整合，不妨用兵一事全由他一人拟定，从不奏请朝廷。他掌握了韩州的钱粮盐运4业，百姓只知秦王，不知陛下。父皇，还有更甚者，这是密探从韩州传回的证据。秦衡私藏镇本王遗留的100万军血，还与辽州将领暗通款曲，书信中竟有北境当归我之字样，分明是要割据称王。陛下，秦衡手握重兵，占据辽海2州，若再放任，恐成伟大不掉之事。老五刚取姚蛮，立下大功，怎敢如此放肆？父皇您看，秦衡在韩州开仓放粮，减免税赋，收买人心，实在为谋反铺路。若等他粮草充足，民心稳固，再想除他，难于登天呐！据儿臣所知，秦衡私下打造龙旗，府中侍卫皆穿禁军服饰，这是明晃晃的谋反啊！父皇若再不处置他，大印江山将要易主啊！传旨，钦差即刻再赴韩州，持兵符收缴秦衡所有兵权，押其回京。若有反抗，以谋逆论处，诛其党羽。臣遵旨。殿下，秦衡麾下高手如云，钦差未必能够控制住他，要不要暗中派杀手沿途截杀？不必。父皇的旨意就是尚方宝剑，若秦衡抗旨，就是谋反，父皇自会派大军剿灭。若秦衡奉旨回京，在父皇眼里，功高震主就是死罪。属下已安排人在韩州散布谣言，说秦衡要献州头姚蛮，届时他回京，百口莫辩。哼，秦衡这次看你差池。殿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，3皇子联合兵部御史台弹劾您，说您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。皇上已下旨，命钦差赴韩州收缴兵权，押您回京问罪。无耻小人！王爷为北境出生入死，他却在背后捅刀子。回京必是死路，3皇子定会在途中设伏。父皇终究是信不过我，韩州刚稳，姚蛮未出，他既然在此时陷我杀戮，王爷不必慌，眼下破局之关键在于养寇自重，无需真刀真枪，只需布一迷阵，让朝廷知道北境离不开你。第一，命吕将军率精锐潜入姚蛮后方，散布秦衡已派10万大军偷袭姚蛮粮草大营的假消息，同时截断姚蛮与外界的情报往来，让他们误以为后方告急，他们不敢轻易南侵，也不敢北撤。第二，我命守城军尽数开至镇北关，只摆阵不进攻，制造出大战一触即发的假象。第三，我们暂停向神都输送韩州粮草，就说韩州遭姚蛮侵扰，粮草仅够守军自用，断了朝廷想换将的底气。姚蛮不上道怎么办？姚蛮本就忌惮王爷，又缺情报来源，假消息配上守军异动，
他们必定会信以为真。只需牵制他们一段时日，朝廷必定会知道北境离不开王爷，到时候剿兵权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啊！哈哈哈哈哈。王爷，妖蛮果然中计，正调兵回防粮草大营，京城方向已有密探来探查虚实。鱼儿果然上钩了。接下来只需静候钦差的到来，让他看看北境离不得秦王。秦王秦衡接旨。秦王衡拥兵自重，目无皇权，即刻卸下所有兵权，随钦差回京，抗旨者以谋逆论处，钦此。哈哈哈，钦差大人远道而来，何不先歇口气，听听韩州的局势？局势？哼，秦王好大的本事啊！刚击退了妖蛮，又收纳了韩州，这北境怕是不知道京城还有个皇上吧？大人不妨看看，妖蛮已调3万主力回防，其余7万大军仍在边境徘徊，随时可能南下。若此时剿兵权，信心大乱，韩州必破。哼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秦衡，你休要再拖延时间，速速交出兵权。丞相、范公，皇恩浩荡，皇命难违。既然父皇召我回京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回。殿下，边境守军来报，妖蛮已派先锋部队逼近韩州边境30里。钦差大人可是听到了？若此时交出兵权，便是将韩州数10万百姓、30万守军推向妖蛮屠刀之下。大人担得起这个罪责吗？休得胡言！皇命在此，谁敢抗旨不遵？大人今日剿兵权，明日韩州城沦陷的消息便会传到京城，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，大人觉得三皇子还会为您求情吗？三皇子想要秦衡死，但韩州出事，我必会成为替罪。我乃答应皇子，父皇让我回京，我必须回。报！妖蛮大军击败我军先头部队，直逼镇北关。丞相、范公，北境的安危就交给你了，我去也。王爷，秦王，请吧。秦王殿下，当年镇北王放任妖蛮屠城，是您救了我们，现在妖蛮又来了，您一走，韩州就完了。乡亲们，快请起！皇命难违，但陛下定会派名臣良将来镇守北境。急报！妖蛮已至镇北关城下，守将急报求援。妖蛮这么快就过来了？钦差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此前得胜，全靠秦王进入镇北关指挥。如今没了秦王，镇北军就如没牙的老虎。沈炼，没用的话少说，朝廷自有安排。钦差大人，咱们快走，别让父皇等急了。走。这怎么回事？守城的号角怎么响了？报！有城建制的妖蛮突然出现在韩州城四周，守城将军正在抵御。啊！妖蛮杀过来了！钦差大人，咱们快走，现在出城还有一线生机，等大部队来了，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秦王，还走什么走啊？快去御敌啊！妖蛮都杀过来了，谁也逃不了。可是皇命，皇什么命啊？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！快送我回佛里，你们快去打仗！快走！沈大人，东西都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予以上供。钦差大人，秦衡的逆贼根本不是忠心，他是想要割据北境。昔日镇北王都未曾染指盐铁漕运，他却收缴各家产业，这分明就是要谋反呐！是啊，大人，秦衡抢夺我家产业，擅杀功勋赫赫的镇北王，此等逆贼，若不处置，必成大患。我等愿做成，祝大人拿下这逆贼。还有，大人，这是从他书房中搜出来的一封通妖密信，一枚龙佩。他连龙佩都敢私造，其心可诛。大人，您快下旨拿人吧，我等愿率家丁配合。好，那本官倒要看看这秦衡还有何话可说。秦衡，以丝蓝铁盐私刻龙佩，
通敌叛国，该当何罪？秦衡，还我叔父命来！若不是今日钦差大人在此，我早就将你碎尸万段。哼，秦王又如何？谋逆之罪，你那些狐朋狗友也护不住你。钦差大人，就凭几句白话，一块假玉佩就能定本王的罪？还有你北冥烈，真当本王和钦差大人是傻子吗？大人请看，这龙佩不过是坊间仿制的玩物，我本阳匠人做了几枚，带给府中孩童。狡辩！一定是通了妖丸，背后有人撑腰。撑腰？那本王倒要来问问你，北冥破天伏诛时，你在哪？为什么不跳出来反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你身处妖国，在给妖蛮送信，这是伪造！秦衡，你想栽赃陷害我？栽赃？哼！传证人！北冥家呢？答应献韩州给我族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首领让我来问你，何时打开镇北关？胡说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秦衡，一定是收买了他，来栽赃陷害我。买通？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信件都有你亲笔所写，还有你的私意。沈炼，念给他听。妖蛮首领清奇，秦衡势大，暂不可敌。我愿献韩州，助你族南下，只求事后裂土称王。这字迹与你之前给我的秦衡通敌密信一致。好啊，北冥烈，原来你才是通敌叛国之人。大人，我是被北冥烈蛊惑的，我没有通敌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蛊惑？严家私藏盐铁，拒不配合王府调，致使前线后勤失察，早已是死罪。诸葛丞相，按律处置。北冥烈通敌叛国，严万石囤积居奇，接斩立决，朝没其家产，赈济百姓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是丧良心！秦衡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叔父的旧部绝不会饶过你！王爷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王爷。北境之地，通敌者死，害民者死，行刑！让大人见笑了。此等逆贼，留之必乱北境，过不得已，速杀之。对，王爷做得对，通敌叛国，死有余辜。大人明白就好。北境事多，还需要大人和本王一起稳住局势。是，全听王爷。王爷大喜，妖蛮余孽听闻北冥烈伏诛，内部大乱，已撤回边境百里，北境大捷。好，传本王令，犒赏三军，开仓放粮，与百姓同庆。秦王殿下，如今北境已安，本官也该回京复命了。大人一路辛苦，本王已写好奏折，阐述北境局势，定会向陛下禀明大人的功劳。软硬皆施，还给我留了台阶，这五皇子真乃人中龙凤。王爷好手段，本官回京之后，定会向陛下如实禀报。北境离不开王爷，有劳大人。告辞。王爷，钦差走了，北境已在你的掌控之中，你下一步是想自立？娘子果然聪慧，不过自立为时尚早，还需有强力相助。我父亲镇西王手握30万明皇军，我想回家，不如王爷陪我回趟娘家如何？我正有此意。娘子回家，本王亲自陪同，一来护你周全，二来也该让镇西王看看他的女婿来。那便启程吧。我倒要看看父王见到你如今的势力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撑住，我这就找医官。不用，许是有。娘子，真的有了。传我的命令，找附近的城镇休息，后面的路
我们要稳稳的走。没有，掌柜的，哎，好酒好菜伺候着。哎呀，你们几位来了，我这就给你们准备啊。爷，您就别拿了吧，小的们就靠这点银钱度日啊。说什么呢？拿你点钱唧唧歪歪的。告诉你，拿你的钱是因为看得起你，我可是楚王殿下的亲信，摊上了我，于是抱住了楚王殿下的大腿，懂了吗？楚王？西域什么时候来的楚王？镇西王呢？哟，美人儿，楚王殿下是当今皇上的三皇子，就是来夺镇西王的权。以后这西域啊，楚王殿下说了算。美人儿，跟着我好吃香的喝辣的。三皇子的狗，少在这乱叫！臭娘们，你敢打老子？今天我要不把你抓回去弄个侍妾，他妈白跟楚王！别给脸不要脸，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等等干什么？把那女的给我绑了！几个男的碍事儿就地砍了，出了事儿由楚王殿下给我们撑腰。上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哼，我可是楚王殿下的亲卫统领，他马上就要接管西域了，敢杀我，定把你挫骨扬灰！不过是三皇子的一条狗而已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！你强想掌柜调戏本王的王妃，就光这2条，足够你死10次。放开我！我殿下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三皇子纵容你们欺压百姓，作恶多端，坏事做尽，这笔账我会找他算。现在我先替他上路。掌柜的，接着。多谢公子为民除害，你们还是赶快走吧。那个楚王殿下可不是好惹的呀。哼，收拾一下，即刻去镇西王府。三皇子的账也该上门找他算了。姐、姐夫，一路辛苦了，父亲早就盼着你们来了。劳烦贤弟在此等候。我们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了探望岳父，二是有事要和岳父商量。啊，姐夫有话里面说，父亲已在书房备好茶，就等你们了啊。雪儿，秦王，不瞒你们说，这三皇子是皇上派来的，掌西域钱粮，就是为了牵制我镇西王府，已经作威作福一阵子了。哎，奈何朝廷给了三皇子节制钱粮的大权，西域向来贫瘠。我们如果动了三皇子，镇西军军饷都不知道去哪儿发。这个三皇子在朝中就屡次与我作对，现在又来恶心岳父，这笔账是该好好算算了。你如今是陆地神仙境，可知今生不朽的唯一关键。岳父大人知晓机缘。西域腹地几年内会出现世界本源，那是100年内今生不朽的唯一关键。但届时，天下陆地神仙都会去争去抢。多谢岳父告知。雪儿、婴儿，你们且去沏茶。是。岳父大人，我此番前来是想与岳父大人结盟。若镇西急需要粮草，我可从辽州商道运来。范蠡善于理财，可帮王府盘活西域商道，互通有无。此外，我们得查三皇子的动向，他私扣军粮，贪腐商户钱财，这些都要抓实照。但最重要的是，雪儿既然怀有身孕，你务必护她周全。若你敢欺负她，我30万明皇军第一个不饶你。岳父放心，明雪是我的妻子，我定会护他们母子正。殿下，
这税赋从1成涨到了3成，小的实在是缴不起啊！缴不起？在西域，我说多少是多少，再啰嗦抄你家！不，殿下，镇西军本月粮草还未发，兄弟们撑不住了！放肆！镇西军是朝廷的兵，本王想给多少给多少。千占想造反不成？告诉千占，想要粮草，就由他亲自来跟我这个楚王说。殿下，这是商户给的孝敬钱，还有镇西军粮饷克扣的基成，一共9000两。干得好！千占又如何？没了粮饷，他们就是饿狼。殿下，有西域的使者求见，说有大事商议。转，本王倒要看看这五国有多少金子。参见楚王殿下，我们是5国使者。5国使者找我何事？我们有足够的金银，可供殿下扩充军备。只要殿下帮我们拿下镇西王府，掌握西域商道，我们愿分5成收益给殿下。拿下千占，他有30万大军。楚王您掌握镇西军粮饷，我们提供金银和兵员，助殿下成事。事成之后，殿下掌西域，我们掌商道，双赢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是在教唆我叛国！楚王，在我们5国看来，您的雄才大略不输秦王。这话本王爱听。本王答应和你们合作，但是得加钱。殿下爽快，我们先把粮草和武器送来，在城外山谷交易，到时候派使者联络，助殿下掌控西域。好，等本王成事，便与你们5国永世通商。你去回禀秦王，3皇子答应交易。是。这什么呢？这怎么了？看看，帮我看看。这什么？听着不识字啊！王掌柜，你看，楚王要跟5国勾结。难怪这关税收的这么高，原来他是要卖了西域换皇位啊！我今天早上就听说楚王要借5国的兵杀了秦王和镇西王，到时候我们都要当奴隶啊！这也太过分了！诛杀通敌楚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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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，3皇子，他好大的胆子！大肆敛财就算了，还敢通敌叛国！陛下，此事应尽快查实。但按理说，3皇子不像能做出此事之人。但你家老三掌西域粮饷，若真勾结外敌，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件事你亲自去他，暗中查证老三通敌之事，如若属实，就地拿下，押解为京。但如遇反抗，我可不保证能留活口。哼！老三，老五，别砸了，别砸了，别砸少废话！糟老头子，征税的又不是只你一家，快点钱！官爷，求求您了，小女生病了，钱都拿去治病，实在是没有钱了呀！我是皇上亲封的楚王，我的话就是王法，没钱就打，打到有钱为止。不要打我爹！求殿下开恩，不要打我爹！我们去从钱，我们真的去从钱。这丫头长得倒是标致，没钱也行，拿着丫头来抵，本王可以免你1年的税。官爷，饶命！他才15岁大。住手！秦衡，我当是谁呢？这是我的地界，你这被发配的废物，也敢管本王的事？快滚回你的北边去吧！强征重税，强抢民女，这就是你说的王法。重税，还不是你北境拥兵自重？我是为朝廷征收粮草，用来剿灭真逆贼。我离京时日，钦差已经去剿你的兵权了，你怕不是躲到老丈人家避难来的吧？ 3个的消息还真是滞后，不过也难怪，
你都被打发到西域来了，自然是夺嫡无望。不知死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在西域，我就是朝廷，谁敢阻拦，就是跟朝廷作对！拿下！秦衡，你敢动我的人，信不信我800里加阶回京，让父皇定你个一反谋逆之罪？谋逆？看看三哥自己的烂事儿，在西域横征暴敛，豢养侍卫，劫寇镇西军粮草，我看要谋逆的是你才对。你贼赃陷害！三哥，我可是听说了，有外邦使臣频繁出入楚王府里，是也不是？本王还查到你私下勾结5国使臣，承诺献西域换皇位，要本王把密信拿出来吗？你胡说！王清清白白没有的事儿，侍卫们回家！通敌叛国，滥杀无辜，留你何用？好，宰了这个狗官！秦衡，给我等着！往地上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怎么消失了？是皇上派来的人。能接住葛聂这一剑，必然是皇上派来的。看来皇上已经听闻三皇子通敌，派人来调查了。王爷，按照计划，我这就前去使馆埋伏了。老人家，我会帮你报仇的，你先等着。秦衡，秦衡！王爷，5国使臣到。楚王殿下，粮草兵器已备好，何时动手？越快越好！秦王也在西域，我要你们顺手除了秦王。秦衡那个废物，竟敢当众羞辱本王，本王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今夜就动手！你带人杀秦衡，我带兵围剿镇西王。殿下，你可知我是？动手？动什么手？勾结5国，意图谋反。三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秦衡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们抓获了5国使者，他随身带着你的私印，已经把你们的勾当都招供了，由不得你不认。使者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我许你西域3成收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啊！他是不会帮你。人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杀一个上黄金100两！不必了，他跑不了多远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使者，使者，快调兵护驾！我这楚王救我一命，西域归你。秦衡要杀来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国从未和你有过约定，更不敢勾结大英皇子谋反。装傻！之前来我府中的5国使者呢？我们签了盟约了。看样子好像是权贵当政，这楚王是皇子，势力大得很，不如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我们的朋友。楚王殿下，您放心，我们5国必定站在您这边。啊！就是他们，使长，他们要害我，把他们都杀了。秦衡，让你看看，我也是有人脉的，跟我斗，你还太嫩了。无印使者，我乃大印秦王，楚王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。本王今日是来清理门户，与贵国无关。躲什么？躲什么？要是不救我，等我回到京城，定让父皇派100万大军踏平你们5国。2位王爷饶命，刚才真是我一概不知。我国乃小国，绝不敢与大印为敌，更不敢参与谋反啊！你，秦衡，我也是大印皇子，你没有资格动我。谋反者无论身份高低，皆可杀之。沈炼。眼下秦王判案，任何人不阻拦。丁修
消灭竞争对手3皇子，奖励高级军队卡1张。此事是否与贵国有关，本王自会查证。不过，你要约束好自己的手下，不得干涉大印内政。是，秦王明察。秦衡，擅杀皇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你罪不容诛？是皇上的人，来查3皇子，我替你斩了这通敌卖国之徒，何罪之有？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我是什么人？半步不朽，我亦如此。没想到秦王麾下竟有这般高手，但你以为半步不朽就能护得住你？护不护得住，不是你说了算。3皇子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死有余辜。就算是皇上知晓，他也杀不了。你家皇上的威严不容挑衅，就等着你家皇上的雷霆之怒。王爷，要不要跟着他？不必了，半步不朽追不上，且他去吧。联合镇西王才是正经事。3皇子已死，你我结盟，北境、西境连成一线，足以对抗朝廷。但你要明白，辽韩2州苦寒，镇西军粮草半数依赖中原供给。若朝廷断了来路，我们迟早坐吃山空。岳父所言极是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块战略回旋地。西域沃土，外连诸国，若能拿下通商要道，不仅粮草无忧，还可以积累财富，招兵买马。你要的不只是自保吧？岳父掌30万名皇军，而我控辽韩2州境局，若能打通西域商道，外连诸国内除奸佞，这大连的天下未必不可以变吧？好，吴国屡次与我镇西军虎须，早就想找个借口除了他们。3皇子与吴国通敌，便是最好的借口。明皇军已准备完毕，随时可战。但西域诸国林立，吴国背靠大秦王朝，根基不浅，如何拿下？不急，先礼后兵。大国出兵也师出有名，若能让吴国乖乖交出城池，才是上策。更何况吴国和大前王朝有关联，需得谨慎对待。你比我想象的更有城府。女儿，你的眼光果真不错。若事成，你可就是皇后了。那我就是国舅爷。秦王、镇西王，唤我来有何要事？我已查清3皇子之事乃是他一己之私，与我国无关。无关？3皇子私通贵国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贵国私助逆贼，按律当诛。不过本王看在2国邦交的份上，给你一条生路。哦，秦王想如何？你们割让西域10城，再让出2处通商口岸，作为我大义西北战略。从此，吴国需向我大义称臣纳贡，通商免税。荒谬！我吴国乃大前王朝附属国，兵强马壮，而你大印疲弊不堪，皇子内斗，还想拿捏我？真要是兵临相见，我可不怕你。看来是不想谈了。谈，有本事开战，我倒要想看看，偏远之地的兵马能不能挡住大前王朝的100万大军。好，给你3天期限，要么献城称臣，要么本王踏平吴国。沈炼，送使臣出去。挺好，你要为你今日的狂妄付出代价，我吴国和大前王朝都不会放过你。王爷，不留他。不必了，让他回去搬救兵，正好一网打尽。大前王朝实力不弱，我们真的能应付。岳父放心，我的属下诸葛孔明正带着精兵赶来，此战必胜。快去大前求援，就说大印有意起兵攻打，越严重越好。是。王爷，属下与吕将军赶来，听候调遣。应州狼骑已抵达，随时可战。丞相奉先，来得正好。吴国依仗大前王朝，拒不献城，3日之后必有一战。大前军虽众，但长途奔袭，又无强将。王爷手下高手如云，只需以逸待劳，定可破敌。明皇军已守住各处要道，那就等敌军自投罗网。
那一战时就劳烦岳父和丞相费心了。陛下，三皇子通敌吴国数十，已被秦衡斩杀。秦衡正以通敌卖国为由，逼迫吴国割让西域10城，双方剑拔弩张。吴国已向大秦王朝求援。好一个秦王，他都会借题发挥。陛下，大秦王朝兵强马壮，秦衡与郑西王虽联手，恐难敌挡。毕竟秦衡是皇室血脉，若被外族欺辱，恐伤大义颜面。是否要派兵去支援？支援？那秦衡拥兵自重，野心昭然，早已不忠不孝。让他与大秦打个两败俱伤，正好替朕解决了心腹大患。秦衡若胜，实力必然损耗；若败，西域易主，也无力再与朝廷抗衡。即刻拟旨，令西域各州府暂停对镇西军与秦衡的粮草、军械的输送。倘若镇西王求援，便说边关不稳，需刘勇自保为由，拖延些时日。老奴遵旨。只是西北百姓恐遭兵祸。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能够稳固皇权，些许牺牲算不得什么。天恒，大秦王朝的战书3天期限已到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就凭大秦王朝的那些酒囊饭袋，横了！大秦王朝可不是你们大印这帮窝囊废，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。大秦王朝的100万大军主帅是百胜将军谢承风，杀你如斩草芥。滚吧！本王就在阵前等着你家主帅的人头。你给我等着，到时我看你还嘴硬。谢承风乃大秦名将，大义与其交战，败多胜少。岳父放心，我有精兵强将，适合特种作战。哦，愿闻其详。王爷，大臣距我们只有半日路程，我们该如何应战？怕什么？有我在，我们当桥对马的厮杀便是。我倒要会那个大秦。岳父丞相，你们看，让葛大侠奉先率领狼骑精锐夜袭大秦军营，拾取哈里德首级，让张辽、高顺2位将军带队烧袭粮草。正面由镇西军佯装进攻，诱敌深入峡谷，锦衣卫2次夹击，待到奉先等人得手后，回身断其后路，必能大胜。好。此计精妙，直击要害，比正面厮杀胜利100倍。王爷此计不俗啊！传令下去，依计行事。报！王爷，吕将军与葛聂大侠夜袭敌营，成功斩杀大秦主帅谢承风。张将军烧毁粮草100万担，大秦军群龙无首，在峡谷遭遇夹击，已溃不成军。干得漂亮！谢承风一死，大秦军果然不堪一击呀！贤婿，干得好！传令，命人带回谢承风尸身。等天亮，我们去会会吴国那个有骨气的使臣。哟，亲王，怎么是来求饶的？只要你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就去大钱那儿替你们求情。等破城以后，不杀你！王爷，沈炼携大钱主帅谢承风失守归来，请王爷过目。吴大使，你可认得此人是谁？亲王，我吴国愿降，愿割让西域10城，再向你们称臣纳贡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这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爷。我们吴国再也不敢与王爷为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正室，签字画押，即刻交手城池和通商权。若有言故，是，下士即刻安排。丁，恭喜宿主战胜大秦，奖励累计中。各位乡亲们，
我大印数十年来受外邦诸国的骚扰，今日为大印夺得城池，开通商贸。哇，这太好了！商贸，这可是大出事儿，大印就栽的，这会可真是扬眉吐气了。是啊，秦王真是好样的，真是好事啊！我们就打了胜仗，比那个楚王强多了。楚王，我呸！这根本就是狗皇帝派来的小狗而已。我看这天下不如就让秦王取了得了。秦衡果然赢了大钱，拿下西域，掌控西北，他这是要自立为王。秦衡如今手握西北，外御10城，镇西军与镇北军忠心耿耿，实力已伟大不掉。若不早除，必成心腹大患。传旨，问军西北的一切供给，粮草、盐铁、布匹，一概不许运入。各地全力调拨大军，由大将军李崇亲自统帅，开赴西北，讨伐秦衡于千战。陛下，大军调动，恐伤国本呐。且秦衡刚退外敌，此时讨伐，恐失民心呀。民心？皇位都不保啊，留民心有何用？秦衡不忠不孝，留着必生祸端。即刻传旨，不得有误。老奴遵旨。秦衡，你以为你拿下西域就能抗衡朕？等着吧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已许久没来了，今日怎么？刘荣生了个好儿子。皇上，饶了我吧！救命啊！王掌柜，求你与我半斗粮，我儿3天没吃饭了。不是我不给啊，实在是没粮了。你要，别人也要。我是做生意的，价高者得。王爷，镇西军粮仓只剩半月口粮，昨日起士兵已减半公粮，骑兵战马都开始喂干草。各州府回函说，奉陛下旨意，1斗粮1粒盐都不许运入西域。此事已是，真心惶惶。皇上这是釜底抽薪。西域6国盛产小麦和粟米，我们向他们购粮。沈大人，派锦衣卫控制全城粮铺，粮价控制在300文1斗，按人丁购买，严禁囤积居奇，违者抄家充公。另外，派6队人马吩咐西域6国，按市价3倍购买，许他们3年通商免税权，务必3日之内给我答复。这些奸商发国难财，为什么不像当时在北境一样杀？北境粮草充足，对于垄断者自当杀之。而现在粮食稀缺，人人自危，粮食涨价情有可原。此刻大开杀戒，恐失人心。哎呀，现在这米也这么贵了，这还让人怎么活呀？拿着，给孩子们些吃的。谢谢秦王，谢谢秦王，皇真好，我们有饭吃，真是好人。大家放心，本王一定会解决粮灾，我们有，不会让一人饿死。王爷，5国使者在西域6国王庭放话，说谁敢卖粮给您，就是通敌，要让大钱烧了他们的粮库，他们只能拒绝。殿下，5国背后有大钱撑腰，6国忌惮，怕是难有收获。范蠡大人的粮队从辽州出发，最快也要1月才能到，这半月的缺口难填啊。 6国不行，就找西域部落。西域36部多在偏远山谷，不属6国统辖，且与5国素有旧怨，或许有机会啊。我这就派人与部落联系，只是部落粮食分散，未必凑得起10万大军口粮。有多少凑多少，先解燃眉之急。另外，我去彻查西域粮商，肯定有人囤积粮食，逼他吐出来。岳父，丞相，我有一计可解困境。粮虽少，但能将万担粮凭空变成10万担。哦，你是说？秦王殿下，听说你派人求购粮食，可惜我们6国没人敢卖，毕竟谁会去得罪大秦王朝？不行！5国已向大义称臣，你敢破坏盟约，阻挠通商，忘了你正室的位置是怎么来的了吗？盟约？
那是给你们大印王朝面子。如今听说这西域被你们皇上断粮，一个没娘的孩子，还谈什么盟约？你能代表六国，你可知破坏盟约、胁迫诸国是何下场？先看看你自己的处境吧，不出10日，这西域就会哗变。想要活路，答应我2个条件。你还敢提条件？哼！第一，废除之前5国割让10城等契约；第二，把你们大印西域主城周边的12座城池分给我们西域6国。答应，我就让6国卖粮给你；不答应，那你就等着士兵倒戈，百姓反矣。我若不答应，不答应，那我就传信给大钱，此时他们正等着一雪前耻。我倒要看看，现在的还拦不拦得住？到时候大钱军屠城，你秦衡就是西域的罪人。武祥，敢不敢跟本王打个赌？啊？赌什么？你还能变出粮食不成？5日之内，本王并批议西域粮价，让百姓以100文1斗购到粮食，恢复镇西军的全额口粮。我若做到了，5国必须按照市价无限量向我供应粮食。我若做不到，除西域主城外的12城，本王尽数送给你武祥。秦王不可，5日之内怎么可能？嘿！秦王急了，还是年轻啊！5日，好，本使就跟你赌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变出粮食。沈炼，拿字据，立字为据。5日之后，我会带着5国的官员来接收城池。王爷，属下已查明，西域主城周边有20家粮商囤积粮食，其中8家是5国的暗线。武祥祥等凉风家具在高价抛售。我已联系西域10部，他们愿出3万斗粮食，换我们的铁器和盐。好，今晚按计划行事。我们不仅要赢，还要5国付出代价。哎，君爷，咱们西域不是被朝廷封锁了吗？这些粮食是多亏了西边的艘大船，尤其是5国大力援助，往后每日都会不断有粮运过。咱们以后再也不缺粮了。还真是件好事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刚从外地高价买回来的不少粮食呢。哎呀，走啊，走走。大哥，我们后面袋子里明明都是泥土，可我们的粮食从哪来啊？你傻，这帮粮商只知道滑坡袋子里的装的是粮食，他们怎么知道后面是土？哎，少废话！这几日你们轮班看守，半夜偷偷把粮袋运出城外，第2天再运回来，这样人家就以为咱们每天都有粮，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。大人，这几日秦衡不知道从哪里运来了许多粮食，有好几万担，我们怎么办？说好不准卖粮食给他们，是谁在背后捣鬼？明日，快让我们的人卖粮，晚了就砸手里了。是。乡亲们，王府有粮了，100文1斗。哎呦，这么重的要事啊！来，慢点的，排队登记啊，谁也别多买。真的是粮食，这是粮食，你可真是贤王，是救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是王来了，真是贤王，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是啊，谢秦王，谢谢秦王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听说外邦和北境的支援已经到了，现在呀更不缺粮。好哟，谢谢。我的天！大人，我们降到了100文，还是没人买，怎么办？接着降，
降到80万，必须把粮卖出去。是。武祥，还挺慷慨，80万1斗。好，按照契约，我就用这个价格给你买粮。你没有话说，我有话说。你操控粮商囤货崛起，动摇我朝社稷。哼，看来吴国又要换一个正使了。主，我没有，我冤枉。其余7家粮仓均已招购，容不得你抵赖。主，饶我一命，我愿意做你的一条狗，请你饶我。恭喜宿主稳定西域，奖励累计中。王爷这一招瞒天过海，真是妙啊！是啊，王爷，表面上每天都有米粮进账，实际每次只有头前几袋是真粮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王爷，西域粮价已平，吴国终于服软，我们以80文1斗的价格从外邦购粮，开放通商，局势已稳啊！哦，对了，锦衣卫消息，朝廷已向北境和西域开播。贤婿，你快去北境主持大局，这里交给老夫。老夫在西域浴血奋战这么多年，皇帝老儿的兵翻不了天。岳父大人，北京确实需要我，但西域内有外患，我把吕将军和并州郎骑留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你且去，这里就交给我。玄儿，千万要注意身体，你现在可怀着身孕。爹，我会保重的。陛下有旨，秦衡拥兵自重，割据西北，实属谋逆。限你们3日内绑送秦衡现于军前，否则踏平巨南关，鸡犬不留。李将军，秦王镇守北境，驱妖蛮，保百姓，功绩昭然。所谓谋逆，纯属污蔑。如今妖蛮虎视眈眈，正是同舟共济之时。恳请将军回京复命，劝陛下以家国为重啊！将军若非要开战，北境防线必破，妖蛮趁虚而入，百姓遭殃，此等罪责，谁能担责？本将军只是奉旨行事。秦衡这个逆贼，杀皇子抗皇命，已是朝廷的公敌。你们不过是他的爪牙，也配跟本将军谈家国？识相就赶紧派人去请秦衡回来领罪，不然等我们大军围城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将军何必赶尽杀绝？秦王正在西域处理粮荒，恳请将军宽限几日，待秦王归来，自有分说。本将军给你们面子，过来谈判。好，那就只给1日。明日此时，若秦衡不到，或你们拒不交人，即刻攻城。别说花样啊！你们一举一动都在本将军的监控下。大人，这李崇真是欺人太甚，他征北军虽精锐，但我们据险而守，未必不能一战，不如拼了！不可，征北军人数是我们3倍，装备精良，硬拼必是生灵涂炭的，还是等王爷回来再做定夺。大人，王爷传回消息，已知晓巨南关危机，正率轻骑快马赶回，明日正午必到。另外，王爷让你们务必拖延，切勿开战。还好王爷赶得及，传我令，紧闭城门，派人向李崇大营送些酒肉，假意顺从，麻痹他们，争取时间。是。可万一李崇识破我们的缓兵之计，提前进攻怎么办？那就死守，只要撑到明日正午，王爷一到，必能解。兵部上奏说李崇即日便可攻克北境，你们信吗？我看未必，你还是看好你的容妃吧。秦衡重情义，依我看，刘荣才是你的杀手锏。洪公公，即日起将刘荣打入冷宫，派大内高手软禁。他若是死了或者是逃了，朕唯你是问。是，
王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李冲这给今日正午的期限，再过不久他就要攻城了。无妨，本王自有安排。系统，使用高级军队卡。丁，恭喜宿主召唤西汉名将卫青、霍去病及骠骑军。末将卫青参见秦王。末将霍去病参见秦王。骠骑军已在城外隐蔽待命，等候调遣。传本王令，两位将军率骠骑军绕后截断征北军退路。一旦他们攻城，便两面夹击。报！王爷，镇北关急报，妖蛮数十万大军突然猛攻，镇北军请求紧急支援。妖蛮怎么会突然进攻？时机也太巧了，这双线作战，我们恐怕无法抵抗啊！可能是收到了镇北军进攻的消息，趁虚而入。魏将军、霍将军，如果这边战事结束，烦请二位带兵驰援镇北关，绝不能让妖蛮入关残杀百姓。末将领命。骠骑军一走，去南关只剩少量守军。先顾镇北关，妖蛮若破镇北关，北京就完了。据南关，本王亲自来守。敌军攻城了！王爷，大捷！魏将军和霍将军伏击镇北军大营，镇北军毫无防备，阵型溃散，已经归缩回法。按王爷吩咐，骠骑军已向北军。看来我那个便宜老爹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传本王令，打扫战场，加固城防，密切关注镇北关的状况。是。按道理，朝廷大军败得不会如此快，我怀疑姚蛮和李冲有联系。大概如此，不然两面夹击也太过于巧合了。只是不知道是李冲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当朝皇上的意思。报！王爷，最新线报，骠骑军走后，李冲会合了朝廷派的援军，再次逼近居南关。传令众将集合议事。是。王爷，这李冲真是阴魂不散，骠骑军不在，我们的兵力不足，该如何抵挡？王爷，此事蹊跷，妖蛮进攻镇北关，李冲诈败复攻，绝非巧合。应该是李冲和妖蛮私下勾结，约定同时进攻，想要两面夹击。本王也正如此。父皇想削藩，但绝不会有妖蛮入关危及北京，定是这李冲私通妖蛮，罔顾家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镇北关战事吃紧，骠骑军抽不回来，居南关守军不足，可李冲硬拼必败啊！王爷，跟他们拼了！就算是战死，我们也绝不投降！绝不投降！传我令，全军戒备，发信向镇西军求助。他李冲若敢进攻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是。王爷不可，鱼死网破太过不值，量有一计可图。丞相有何妙计？王爷忘了，当年亮曾摆下空城计给司马懿，如今李冲多疑号令，正可效仿此法。这太冒险了！李冲联系的妖蛮定然知道我们兵力不足，未必会上当。我们虽兵力不足，但他求稳求胜，绝对不敢和我们把兵力压在哪一边。只要演得够逼真，我料定他绝不敢轻举妄动。好，就依丞相之计。传我令，城上手机简办，尽数隐藏，不得暴露。另外，请李冲就说本王在城外的小山坡上，不要他逃了。平衡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弹琴？你以为我真败给了你？李元帅，打打杀杀多没意思，不如坐下来喝杯茶，好好聊聊。本王知道你带甲100万，可你不是也不敢攻城？有何不敢？平衡，你的骠骑军去驰援镇北关，此时巨南关已是空城一座，本将军一鼓作气就能破城。哎，李元帅，这你就错了。镇北关自有镇北军抵御，几十年来固若金汤。这骠骑军倒是我们用来专门对付你的。你胡啊！妖蛮若是倾巢而出，镇北军如何能挡得住？谁告诉你妖蛮倾巢而出了？李冲，你暗通妖蛮，图谋北境，真当是无人知晓？你胡说！我们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怎会通敌？忠心是指皇上的赏赐，
还是自己的野心？朝廷让你们削藩，可没让你们妖蛮关，你无非是想借妖蛮之手除掉本王，无战。休要污蔑，我们也是奉旨行事。奉旨行事？你以为皇上真急？镇北王镇了妖蛮，陛下派本王来除掉镇。本王除了镇北王，陛下又派你来除掉本王。等你除掉本王，独揽大权，那你猜猜，陛下会派谁来除掉？会是司徒将军？秦衡，你少挑拨离间！今日我就踏破济南关，证明我的忠心。那就动手吧！你带兵攻城，本王就在这个小山坡上好好看看，到底是城先破，还是你先死？李将军，我在等你进兵，你在等什么？是在等陛下的圣旨，还是妖？这李崇果然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为了我们越狱，始终不敢进攻。王爷，昨夜收到情报，魏将军在镇北关大败妖蛮主力，霍将军率军直捣妖族老巢。书上记载，霍将军封狼居胥，果真英勇难挡啊！马上就要和朝廷大军决战了，诸位有劳了。王爷，既然有一字礼，不知我为哪？以皇上的性命，此处兵败，必定会王爷的武碑被要挟。为情之计，只有战争结束前，本王亲自去救武妃。葛大侠，敢不敢随本王一起闯一趟皇宫？有何不可？王爷，我也要去。青舞，许久未见，你去哪儿了？大家都在啊，明秋姐姐，我也去了趟西域，绝命谷的菩提果，我找回来了2颗。这是岳父大人说的，晋升不损关键。秦衡，听说你们又要打仗了，别说本地不罩着你哈，一个我自己用，另一个送你了。葛大侠，我们之中只有你出没到门槛，这一路就仰仗你。定不命。前面就是京城，不可乘车骑马了。京城，我回来了。这次回来，我就是大英的主。本王走的时候，这里还是车水马龙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皇上为征调大军对付我们，不仅加了3倍赋税，还强征16到50岁的男丁入伍，不少百姓逃跑，商铺也扛不住压力，只能关门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京城怎么就这样？你说皇上干嘛要打秦王？秦王可是为我们百姓着想的好王爷呀！好。军爷，这是我家最后一点存粮了，还有给我老伴换钱抓药呢。你给点钱，少给点也行。这东西是在外面打仗，在外拼死保护你们这些贱民，拿你点水果怎么了？人上的就给我滚，还有抓起军营做苦力。你到什么份上？公孙亮还想要钱，你告诉自己。当变得越来越过分了！你瞧秦王在北京，别说抢百姓的，百姓送个鸡蛋都要给钱，哪像现在这个样子，百姓日子没法过了。是啊，秦王还开仓放粮，护着我们百姓，不受妖蛮欺负。要是秦王当皇帝，百姓还至于受这罪吗？是啊，若完却北京要投奔秦王。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！秦衡是逆谋反贼，竟然投靠他，这是造反吗？说的本来就是事实，秦王根本没欺负过百姓，比你们这些抢东西的强。真是反了天了！听反贼说话，一定我就要打死你们这些刁民！哪来的野小子干过御林军的事？我腻歪了吗？就给我松开，不然把你也抓进大牢，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！小子，识相的快点滚！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
我们是皇上钦派的御林军，御林军就可以随便打人了？朝廷的王法难道是摆设吗？不是现在，你给我躺着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那去抓药吧。谢谢公子。这位公子是谁啊？我认得你，您是这是秦王殿下，是秦王殿下。灭国的时候，我在街边远远的见过你啊！真的是秦王殿下，殿下怎么会在这儿？秦王殿下，对呀，救救我们吧！朝廷快把我们逼死了！救救我们吧！不要声张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安稳日子。相信我，快了，走。有秦王在，有秦王！京城的苦，百姓们受够，这皇位该换个人宗。谁？恒儿，是我的恒儿吗？娘，我回来了。恒儿，你怎么敢闯着冷宫？快走，这里危险！娘，走，父皇帝对我们下死手了，再不走，迟早被他害死。皇宫守卫森严，咱们怎么出去？娘，外面已经料理好了，随我们来。娘跟你们走。恒儿，你太大胆了，闯皇宫可是死罪，陛下一旦察觉，刘家满门都要受牵连。舅舅，连累刘家，外甥惭愧。只是如果让娘继续留在宫中，迟早会成为父皇的棋子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哥，不怪恒儿，是我这当娘的拖累了你们。我们这就走，不连累刘家。妹妹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是一家人，看你憔悴的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哥，多亏恒儿救我。这是我当御史多年收集的朝中官员贪腐、结党、谋逆的把柄，还有各派系官员关系往分不妥。皇上想削藩清除异己，这些东西或许能帮你分化朝堂的治理。舅舅，你娘当初为了刘家放弃了太多，如今你有能力争天下，舅舅绝不能让你再孤军奋战。刘家上下今夜就收拾东西出城，绝不拖累你。舅舅，你放心，我秦恒保证一定会保护好娘，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。刘家人口多，明天出城恐有阻碍，需提前做好规划。皇宫的守卫要是发现娘娘失踪，在天亮之前必定会封锁城门。我们必须在黎明前出。站住！奉陛下旨意，从即日起，京城只许进，不许出。尤其是达官贵人及其家眷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秦统领，我乃御史刘峰，家中有急事需出城，还请通融。御史又如何？皇上说了，就算是宰相、太子来了，也不能出城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任何人不得例外。统领，我儿病重，需出城求医，耽误不得呀。求医？我看你们是想逃吧。现在秦王谋反，皇上怀疑朝中大臣通敌，你们这个时候出城，不是通敌，是什么？统领，我们真的是出城求医，并无他意，还请放心。小子，少废话！再纠缠，我便以通敌罪拿下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城门我说了算。你们要是想出城，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统领，凡是留一线，别逼我动手。动手？就凭你们几个，这里可是皇城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来人呐，把他们拿下，送往庭后发落。我看谁敢！
谁敢？既然你们想坐牢，那我便成全你们。这刘御史怕是出不去了。皇上封城就是要把大家绑在京城啊！这些守卫也太嚣张了吧！若是秦王在这京城之中，这帮人哪敢这样？我也听说，这秦王已经来了京城，怕是……谁敢说秦衡的好？怕不是通敌，一起带走。恭喜宿主成功守住聚灵关，奖励累积到极限，获得至尊霸业卡1张。本王在此。你敢拿吗？你，秦王怎么会在这里？本王回自己的京城有何不可？现在本王要带自己的家人出城，还来？不可能，你是假的！王室已经派兵去讨伐秦王，秦王不可能出现在这城中。挡路者，死！不想死的，让开！快去禀报皇上！是。不朽镜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秦衡，你果然不简单。阁下是父皇的人，几次三番现身，好像无意上任。我不是任何人的人，我活了300年，只为追寻不朽镜，帮大义皇室做事。不过是想借助皇室资源，寻求突破的机缘罢了。300年，这世间竟然有如此长生之人。当然，我为了长生，放弃一切欲望，美食、美色、权力。可惜呀，皇室从未给我真正的机会。可你，秦衡，你凭什么会有不朽的秘密？前辈只是为了不朽的机缘。当然。只要你能帮我突破机缘，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。皇室的虚实，皇帝的底牌，宫中的暗哨，我全都知晓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待我平定天下，我便给你不朽的机缘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必须做我的内应。你是让我帮你杀了皇上？不要暗杀，这天下我要堂堂正正的拿到手。系统。开启至尊霸业卡，恭喜宿主获得凌烟阁24尘天策军。秦衡，你擅闯金銮殿，带人逼宫，属实谋逆大罪，还不速速跪下领罪！本王今日来清正朝纲，开领罪人，另有其人。一派胡言！陛下乃真龙天子，你不过是个割据一方的逆子，勾结镇西王。擅杀皇子，对抗朝廷，种种奸计皆是死罪。今日你夫若悬河，还敢大言不惭？诸位大人这么急着跳出，是以为本王不知道你的丰功伟绩吗？王御史收受盐商贿赂白银50万两，为其私改盐引，勾结外戚，强占京郊良田100亩，逼死农户3家。赵尚书暗中给大皇子输送军饷，助其囤积私兵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真的以为天衣无缝？陛下，臣没有，是秦衡诬陷我，还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诸位大人，这个盒子里有朝中72位官员的把柄，上至3公9卿，下至6部主事，谁结党，谁营私，谁通敌，一目了然。你们以为皇帝真的信任你们吗？他纵容你们搜刮民脂，勾结豪商，你们只不过是他的棋子。等到本王倒了，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你们这些忠臣。赵尚书，你的儿子在东边哄抬物价，中饱私囊，陛下知晓，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的就是在需要的时刻用你儿子的人头立威。父皇，我们之间的账该算一算。因此，你敢教训朕？朕乃大应天子，执掌全天下的生死大权，而你是朕皇子，怎敢冒天下之大无为？天子，你也配？为了皇权，你纵容皇子私斗，让3皇子在西域横征暴敛；为了削藩，你断了本境的粮草，致使几10万百姓被妖蛮所屠；为了巩固皇权，
你加征3成税收，致使京城百姓流离失所。就你这样的阴科之君，你畜生何意？住口！你得知朕这做的一切，皆是为大印江山有故，而你拥兵自重，割据西北，你才是祸国殃民之贼子。为了江山，你只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。我守北境驱妖蛮平西域，护的是大印的百姓，而你只为了身下的龙椅。父皇，今日该你退位，这江山该交给值得他拥有的人。退位？看你是想弑父篡位？御林军何在？将他与我拿下！是非曲直自在人心，想拦我的，出手便是。一群叛徒，朕养你们何用？父皇，天命所归，民心所向，你该退位。退位？朕还有底牌，你以为赢你便可以赢吗？秦衡，以下犯上，谋逆弑父。今日皇室供奉，让你知晓宗法。立即出，参日月同辉。不朽！你竟然踏出了不朽界！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机会了。日立君，快来护驾，诛杀贼子！陛下，宫城外已被大军包围，全都是秦王殿下的兵马。为首的一批自称李彦阁24臣说秦陛下即可退位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还要进去？怎么可能？林彦阁长孙无忌，请陛下退位。林彦阁杜如晦，请陛下退位。林彦阁魏征，请陛下退位。父皇，你输了。朕不甘心，朕经营了一生的江山。这江山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私产，是百姓的天下。你不配拥有的，本王将取而代之，开创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。上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后娘娘，陛下来了。陛下，你来了。辛苦了，娘子。上朝的事我想好了，就依你。孩子的名字就叫秦宁，愿他一生安宁，也希望这天下再无战乱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也不负那些追随你的人，不负天下百姓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不仅要守住大印的江山，还要开疆拓土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让这大印成为万邦来朝的天朝圣国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皇朝争霸第1阶段任务，登基称帝，建立大一统皇朝，奖励世界本源碎片1分，宿主境界突破至不朽境，请宿主继续努力，你的征途在星辰大海。